你收过来自非洲的祝福吗？最近有媒体踢爆，这种堪称迷因等级的非洲举牌影片，拍摄团队不但剥削幼童，还欺骗当地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非洲举牌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几年，网络上面常常可以看到非洲举牌的影片，在影片当中，常常呢会有好几位非洲小孩或是成人站在小黑板前面，跟着拍摄者一起念台词。台词的内容通常五花八门，有的是帮朋友庆生，有的是告白，有的是帮商品打广告等等。而在念完台词之后呢，通常也会有一小段搞笑舞蹈呢，当作是结尾。不过这样子的祝福影片呢，最近却被国外的媒体踢爆，在看似无害的内容背后，其实存在着严重的剥削、歧视问题，引发了全球的轩然大波。究竟非洲举牌产业链是怎么出现的？有哪些争议呢？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大家想当 YouTuber 吗？除了企划与剪辑影片，要怎么样开始经营有实际收入呢？今天要分享 YouTuber 的36堂课与6月限定的优惠给大家。这堂课的讲师是阿迪跟我，有2位100万订阅的 YouTuber 剖析经营频道的秘诀。想要成为 YouTuber 获得收入，需要了解怎么踏实的经营流量，再转换成收益。而开设这堂课的时候呢，志奇77是40万订阅，现在也已经突破100万了。想要知道我们的经营诀窍，现在就点击资讯栏，把握6月的优惠吧。非洲举牌影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年前的天津大爆炸。2015年，天津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事故，造成了破100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的惨剧。而当时，中国有一位叫做威哥的网友收到了他在非洲的朋友传来的照片，照片当中有一位非洲小孩拿着"天津加油"的标语，表达对天津的支持。而威哥收到照片之后，深受感动，将这张照片发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而过了不久，开始有人找上门，也想要用类似的方法写些祝福的话给自己的朋友。而这时威哥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门好生意。于是威哥开始建立网络商店，在非洲当地找小孩拍片，透过拍摄者一句，小孩附送一句的方式，为几千公里外的客户代客祝福，像是某某某我爱你，或是某某某生日快乐等等。而随着这类型的影片快速爆红，其他在非洲的华人也开始有样学样，各地都出现了举牌影片。而后来除了非洲小孩之外，也出现了非洲猛男、非洲美女、非洲战警、非洲大妈等等，让选择越来越多样。那么这些影片怎么卖呢？虽然说各个团队的价位都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有小孩出演的影片售价大约是台币500元左右，而大人的价位呢，则是大约在1000元左右。每段祝福都有字数限制，像是有团队提供15字、25字的规格，而客户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需求自行决定口白的长度。而如果客户想要更多客制化的内容，也可以透过加价购多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亲自点歌，让当地人鸣枪、亲照片，或是穿着指定服饰都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只要有钱，什么要求都可以达成。从2015年到现在，非洲举牌影片的热度并没有下降太多。像是在上海封城期间，许多中国民众购买举牌影片，祝福他们的亲友早日解封，或是对防疫人员表达感谢。也有的人是因为不满意政府的防疫措施，透过影片问候地方官员，像是祝官员清明节快乐等等。因为订单太多，有的业者甚至表示呢，团队里面的猛男已经累到脱水不堪负荷。从这样子热销的情况来看呢，影片需求仍然非常的旺盛。而另外一方面，举牌影片的产业也开始出现在其他国家，从非洲举牌变成了国际举牌团队。像是有些人呢跑到了东欧跟东南亚，筹组了乌克兰美女、泰国变性人团队，拍摄相同模式的影片，让这种举牌影片变成了全球规模的产业链。但是尽管举牌产业发展的似乎不错，但是影片的背后却是充满了争议。有人发现，虽然绝大部分的影片都是比较正面的祝贺、庆生或是单纯的广告，但其中也夹杂了一些令人不太舒服的内容。像是有的拍摄团队认为非洲人听不懂中文，就没有对内容进行任何的把关，让小孩讲出一些不雅的词汇，像是讲出某某某去吃屎这种骂人的字眼。甚至更夸张的，有的人甚至会让小孩讲出“我是黑鬼，智商低”这种极具侮辱性的语言。我是黑鬼，我是黑鬼，智商低。
而这些影片被发现之后呢，马上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愤怒。2年前就有一位加纳知名的 YouTuber 发现了这些内容，气到发影片批评这个现象。他认为这些在非洲拍片的华人是在利用当地的文化压榨非洲的小孩，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他也希望当地政府可以出手制止这种行为继续发生。而随着事件越闹越大，其他的国外媒体也开始注意到举牌影片背后的社会问题。而不止国外其实在中国国内呢，对于流行多年的举牌祝福影片，早就有不少反弹的声浪。不少人觉得这样子的影片不只是一种种族歧视，也是在剥削穷人。在种族歧视的部分虽然影片不至于刻意的丑化非洲人，但多半还是利用大家心中当地人贫穷、落后、四肢发达的刻板印象来当梗，博取大家的眼球。要是今天有外国人跑到中国的偏乡拍类似的影片，那中国人一定也会气到爆炸。而许多人质疑，影片大部分的收入应该都进了拍摄者的口袋，当地人被严重的剥削，只能够拿到一点零头，是非常不公平的产业结构。而另外也有中国媒体批评举牌产业还有广告不实使用童工、侵犯肖像权等等的疑虑。但是面对这些质疑呢，业者反驳，影片当中的小孩、大人都是自愿演出的，没有压迫或是剥削的问题。许多业者宣称他们会提拨部分的收入来购买物资，改善当地的生活，而演出的当地人也有得到合理的分润。有的小孩靠拍片赚的钱，可能比父母的工资还要高。业者认为这样子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商业扶贫，不应该被大家批评。而另外，面对抽成抽很大的说法呢，业者反驳，影片也有制作成本，再加上代理商也要抽成，东扣西扣之后，自己并没有赚很多。那总而言之，之前因为很少人可以实际去非洲调查，所以这些支持或是反对的论点都算是各执一词，没有结论。而一直到今年的6月 ，BBC 的一篇报道才揭开了举牌影片产业的遮羞布。为了了解非洲小孩举牌背后的内幕，BBC 根据影片当中的线索抽丝剥茧，追查到其中一个拍摄团队的根据地马拉维。他们找到了影片当中的这个村落以及制作举牌影片的中国人，在当地的绰号呢叫做叔叔的卢克，而他也是疑似拍摄这个我是黑鬼智商低的长进人。透过卧底记者呢，他们跟卢克套出了产业的内幕。谈到影片收入卢克骄傲的表示，自己一天最多能拍380支的影片，单日收入可以超过台币30万。但是 BBC 发现，来拍片的小孩呢，每个人一整天的收入可能只有台币15元而已，卢克能拿到利润其实非常的惊人。而记者也找到了影片当中出演的小孩，发现了更令人难过的事情。很多小孩为了拍片没有去学校，错过了基础教育，而在拍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念错中文、跳错舞蹈，卢克呢他就会指以处罚，像是捏脸言语辱骂，或是用棍子抽打等等，几乎只把小孩当成是生财工具。过去村民们对于卢克的所作所为并不清楚，大家都以为他只是来教中文的，或是提供人道救援、经济协助的。直到记者来了村庄，揭露了真相，村民们才发现自己的小孩、自己的文化被利用了那么多年。虽然说 BBC 报道的个案并不是一定代表所有的拍摄团队都是这样子，但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报道还是能够证实之前大家担心的剥削还有歧视问题确实都已经有发生了。而报道看出之后，引起全球的网友挞伐，就连很多中国网友也看不下去，认为有这样子的同胞非常的可耻。而这篇报道也引起了中非关系的紧张，马拉维的 NGO 组织又要求政府立刻清查所有在马拉维的中国公民，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滞留或是在做与签证目的不符合的事情，就要在48小时之内驱逐出境。而另外，根据最新的消息本次的争议人物卢克呢，也在逃亡过程当中被逮捕，非常可能会面临到法律的制裁。而面对这么大的丑闻，中国官方紧急澄清他们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也强调中国政府对于种族主义采取零容忍政策，未来也会继续打击这类的影片。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面，这种海外举牌祝福的影片大多已经被下架了。我们还不太确定这样的产业呢，只是地避风头，还是直接解散，但确定的是应该有一阵子看不太到了。其实像非洲举牌一样，提供代客喊话、代客祝福的产品有非常的多，也已经存在很久了。但大众之所以会买单，特别找别人帮忙喊话送祝福，不外乎呢是想要一种猎奇感，让看到影片的朋友、观众都觉得惊讶或者是有趣。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留言评价都是觉得好可爱、好特别。所以我们猜测呢，大部分的消费者之所以愿意购买，可能并不是出于取笑或者戏谑的心态，而是单纯想要创造一种惊喜的感觉。而且作为一个影
影片来说呢，这个影片的价格并不算真的很贵，所以很容易就会吸引到消费者上门。尤其当大家在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确实很容易就会相信业者这样做真的能够帮助到当地人。不过，即使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产业有它的市场，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呢，心中还是会有一些奇妙的违和感。特别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让孩子说出我是黑鬼、智商低这种羞辱人的话？这是客人的意思吗？为什么业者竟然完全照办了，中间完全没有任何踩刹车的机制呢？虽然那支影片有可能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我们悲观的认为它很有可能只是刚好被大家看到的那个冰山一角而已。因为从很多角度来看，那系列的影片或多或少都还是很难脱离剥削跟歧视的本质。而虽然说这一次的风波之后，非洲举牌系列可能会减少很多，但毕竟它有它的市场，所以未来应该还是会有类似的产品出现。就算不是在非洲，也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拍摄。那对于想要购买这类祝福影片的人来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兼顾自己的需求，但又不会让自己在无意之间成为歧视或是剥削的帮凶呢？我们觉得关于这个疑问，或许可以从3个面向来思考。第一个是猎奇感，影片营造的猎奇感是什么？那些吸引你的噱头或是笑点，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刻板印象上面，例如当地人很穷啊，或者四肢发达的形象等等。影片当中的表演者如果换成了其他的肤色或者族裔，比如台湾人、中国人，还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吗？第二个是商业模式，这个产业能这么大规模的运用，是不是呢？因为它利用了贫富差距来谋取利益，像是专门去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拍摄等等。而第三个则是资讯落差，所有的演出者能不能够知道自己在念的内容是什么？知不知道购买影片的客户是用什么眼光在看待他们的？或者是消费者能不能够确认他们都有获得合理的报酬？拍摄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没有涉及歧视或者是压迫。但我们也明白要充分考虑到这3点，或者掌握到这些资讯，可能还真的是有点难度。所以，如果下次你再看到类似的商品，或是你知道身边有朋友有在购买这样子的服务的话，记得先把这支影片传给他看看吧。好的，那这集就到这边了。我想问大家，以前看到非洲举牌的影片时，你的感觉是什么呢？觉得还蛮有趣的，甚至会想要买给朋友制造惊喜。毕竟觉得好像怪怪的，但如果没有剥削的问题，就不会太在意。自己非常反感，觉得影片背后可能有很多不好的问题存在。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非洲举牌影片背后的秘密。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美国亚裔被歧视以及善良的歧视主义者。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